传言都说刀河王就是罗峰，总算有些可骄傲的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祖神秘境。五彩极光湖，直径最大处10光年，威能无尽。从此刻起，你们两个便是紫荆岛的传承者。我便是对你不敬了，又怎样？这祖神教的虚拟空间，比起虚拟宇宙，就是小巫见大巫。他们都认定我是刀河王，那我就叫刀河好了。刀河王，传说中的刀河王，就是那个刀河王。荣耀世界排行榜，我的位置在这儿。不同层次的传承者会归类在不同的排行榜，7重最高。七剑王，按照战斗胜利失败次数进行排名，赢的可以得到荣耀点，100荣耀点就能兑换额外的传承机会。先前与你一战，甚是畅快，日后可多多切磋。广场上有数千万传承者，而鸿蒙这边竟然才有1000多人。这里，就是他，刀河王现在风头正盛，吸血族、妖族悬赏早已公开，要是把他打得满地找牙，定能声名大振。七剑王，那个团体是北疆联盟。虽说都是些弱小普通族群聚集，实力不如我们鸿蒙，但祖神教发放的传承令分散在宇宙各地，他们族群多疆域分散，来的人也就多。那北疆联盟就爱嚼舌根，别理他们。荣耀点珍贵，大家本就谨慎，极少发出妖战信。他们还因为嫉妒，总挑唆其他族群别接受人族的妖战，可烦了。看什么呢？我收到了很多妖战信。也对，你的名气实在太大，不服气的天才会有很多，你恐怕能收到上千封吧。已经超过6万封了。什么？刀河王一个界主，单靠法则感悟秘法，根本不可能击杀蜂王极限。是啊，肯定是有至宝或奇异寄语，但在荣耀世界中对战，所有人都使用同样强度的神体，兵器装备也只能在荣耀世界内选择。他的那些宝贝在这儿可派不上用场。妖战，我要好好蹂躏那传说中的刀河王。你可要慎重，一旦接战就不能反悔了。他们都是来自各族的绝世天才，大部分都自创了巅峰绝学，有几个甚至创出了究极绝学。如果输了，需要等1纪元才能有新的一荣耀点。究极绝学，我自创巅峰绝学就已经令混沌城主老师称赞了。刀河王，我帕厄卡芬四王向你挑战，你敢不敢接？年纪这么大，靠的不过是诸多技具吧？刀河王有实力就跟我赌3荣耀点。刀河王，刀河王。太妙了！哦，那新来的人类竟然接下了62万多场妖战，这倒是紫荆岛未曾有过的趣事。如此强横的神体，太棒了！我还没成为不朽，就能在这儿使用10万倍借助之力的神体战斗。刀河王，
河王，他可就是个没有宝物加持的界主，真是没用。带我去会会他。热身完毕，接下来第2战，受死吧！又一个送荣耀点的来了。可恶，我也得给他送荣耀点了。不靠任何外在条件，一名界主能站在3重传承者之巅，我算是服了。没想到他能做到这种程度。祖神教这次得给人族培养出个超级强者了。不过，后续针对罗峰的暗杀行动，怕是会越发疯狂。这刀河王绝不能留，他若成为宇宙尊者，必将拥有宇宙之主的实力，到时可比无法复活的宇宙之主威胁还要大。我们妖族的附庸族群，在祖神教接受传承的有谁？少时尊者现为5重传承者。我们狱卒地处边陲，不如先坐山观虎斗。那占着核心疆域的4大族群，自会演绎出好戏。将刀河王列入优先击杀的人族名单，选一个合适的时机。是，我主。父神，即刻铲除人类刀河王。是。空万族绝光，拜见虫族女皇。看遍我虫族联盟，以绝光尊者最为合适。孔万族擅长灵魂控制，对极光湖湮灭造成的损失，等你复活后，联盟都会弥补。最好灵魂控制那刀河王，绝了人类逆转时空复活他的可能。控制不了，就当即击杀。结束了。你的荣耀点已经超过了61万，100荣耀点就能兑换一次珍贵的传承机会，真是收获颇丰啊！怎么还没出来？可恶的人类，真是胆小！我在钻研兽神之道的同时，与那62万场战斗不断验证。如今，我的兽神之道已经接近第3重圆满。空间法则感悟也水涨船高。现在地球人本尊、金角巨兽都能施展瞬移，不过空间法则的封锁和绞杀方面还得再参悟。该出去接受新一轮的兽神传承了。
身我堂堂宇宙尊者，只为你一个界主，你该骄傲了。好快！是妖族阵营的赵氏尊者。我先观察一下。控制我为奴仆，做梦！什么？他的灵魂防御竟如此强大，那就去死吧！赵氏尊者和罗峰的气息。赵氏尊者出手攻击刀河王，一遭灭杀，而刀河王的躯体也已完全湮灭。这刀河王的羽翼可是价值连城的至宝啊！祖神教有令，传承者之间严禁抢夺行为。刀河王已死，他便是无主之物。精灵理应失效，怎么会？宝物怎么飞进去了？不可能！刀河王还活着。是刀主。赵氏尊者为魏晋美岛主，在我教中刺杀传承者，即使通过逆转时空手段复活，我族神教也必将继续追杀，至死方休。难道有传说中的分身天赋？刀河王没死，都散去吧！记住，刀河王为我族神教传承者，刺杀他必将受到族神教灭杀。从未见过祖神教如此重视一名传承者，要再次刺杀罗峰，只怕难上加难。一名宇宙尊者的代价，竟也无法伤到刀河王分毫。下一步，你可有对策？祖神教发布的追杀令，已令我妖族联盟成员胆寒，不敢妄动。恐怕现在只能等待时机。
我已练成兽神七杀第3篇与事无羽翼第2形态。然而，我的名字早已传遍宇宙，分身天赋也在人前暴露，更成了3大巅峰族群刺杀的目标。此等提升还不足以自保，若要更快提升，最佳方法就是利用金角巨兽的天赋秘法，孕育出第3分身。祖神秘境作为宇宙最高等秘境，聚集着宇宙中最多的特殊生命。若能在此获取一名强大特殊生命的身体材料，第3分身便指日可待。秘境看似瑰丽，实则是最危险的秘境之一，连宇宙之主都可能被困于此。你要是不慎被杀，就得不偿。我若一味规避凶险，等一族耳目再次找上门来，恐怕也只能任人摆布。而且在秘境之中，我已找到十分适合的特殊生命作为第3分身。好强的吞噬之力！此地果然凶险，相较而言，这里却安静无比。是宝物。这颗晶球竟然与我魔杀分身的晶核产生了共鸣，而且它散溢而出的法则之力不断涌入我的晶核，这是为何？下方看似是一汪水池，但本源法则力量异常充沛，而且不断向上方的晶球汇聚。这种奇异现象下的造物，不会错的，是空间之心。空间之心？空间之心蕴含着丰富的空间法则能量，是需要经过漫长岁月，直至成体形态才能积累而成的。而且魔杀分身擅长空间法则，它的能量会涌入你的晶核，说明你们相性极佳。空间之心为我所有，你休想觊觎！靠近的无声无息，这名异族至少是宇宙尊者级别的实力。灵魂竟然不受丝毫影响，那便只好陨落于此。杀人夺宝，就别怪我自爆了。你应该知道我在五彩云华掌控会有什么结果。如今，就算你成功自爆，也无法破坏我的神力保护。光脑损坏，无法散播信息。你唯一的生机已经没有了。你以为我就没有其他通讯手段吗？我的其他分身仍能用光脑发布信息，届时各族的超级强者都会知道空间之心的下落，而你势必留不住他。说，你想要什么？眼下敌我力量悬殊，
又有空间之心的能量一直在涌入我的生命经络，先拖他一拖。我的生死被你一手控制，就算你给我什么宝物，恐怕等你得到空间之心，就会立即杀我。我又怎么信你？有什么交换条件？你提。让我想想。我没有夺得那空间之心的野心，但是我也不想陨落。可现在，我不知道怎么才能信你不杀我。好，既然这样，空间裂缝消失了，成体了，终于成体了！3000纪元了，不枉我每天过来扫荡一次。空间之心是我的。怎么回事？不！他的能量耗尽了，看样子是回光返照，最后的光芒了。难道是先破灭后新生？你看着那空间之心吧，我就不奉陪了。走了就走了，反正空间之心已经成体，就算他通知谁来，也根本来不及了。不可能，空间之心怎会无故碎裂？难道是那可恶的传承者冲进了五彩渊华，引起了特殊反应？就算他冲进五彩渊华，可那已经是空间裂隙消失。空间之心完全成体之后的事了，怎么会碎？怎么会碎？你用拖延战术把空间之心积蓄的能量全部吸收，你谋杀分身的力量已达到100倍建筑之力。要知道，你的金角分身也只有10倍呢。不只是力量，我也由此领悟到了新的天赋秘法——玉。坐稳了。在半径1万公里的领域内，我能够瞬间化身为上万公里的空间，随后便可出现在该领域内的任何位置。现在，我们总算能回归原来的计划，寻找第3分身。出发！此处名为九幽时空，是我此行的目标，世界树的所在地。若世界树能作为第3分身，拥有3大优势。其一是掌控时空的天赋能力，其二是其巨大体积能储存巨量神力，3是能强化神国，避免外敌入侵。
只是这座岛屿的植物生命攻击性极强，这第一步必须先设法避过他们的警戒，来到世界树面前。太慢了，近一点，近一点，近一点，已经这么近了，近一点，近一点，再近一点。竟然没有落叶，没办法，不能捡，只能抢了。摔下来，摔下来，摔下来，摔下来！我的外祖！这么强，竟然未及反抗就被杀死。这棵世界树虽然只有戒除级，但已经有了封王的水准，仅凭磨砂分身尚不足以抗衡。我必须借助外物。这颗火神元晶能炸死封侯不朽，那棵世界树也就戒除级。而且也没法燃烧神体，肯定挡不住。杀！材料已到手，走。周围时空仿佛凝固了一般，完全动不了。难道？父亲，让我亲自杀了他！胆敢伤我子孙者，杀无赦！七七好惨哦，跳了那么多叶子。七七，要不是父亲，那一族可就逃跑喽。小七，那一族逃跑手段的确很厉害，瞬移消失都不引起空间特殊波动。若是让这一族逃掉，就很难再找到他。他既然伤你，我便帮你惩罚他，难道不好吗？不好！那你就好好努力。像你大哥他们成为不朽，就不怕那些异族了。一定是最强世界树。听闻他与宇宙尊者的等级达到了宇宙之主的战力，鼓起一阵风便能将我分身灭杀。那世界树肯定警惕起来。那我怎么办？最强世界树，你那等身份何必跟我过不去？一两片枝叶，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。你出手，不是掉价吗？但接连2次失利，我已对最强世界树的攻击方式有了一定了解。此次我另做安排，当不会再有疏失。子牙尊者，多亏有你瞬移，我们才能顺利抵达。不敢，万事还需仰赖废镜王你。荒石岛相对安全，却没有宝物。我准备稍作休整，就去九幽之海。九幽之海，
那可是整个九幽时空最危险的地方，海中偶尔出现的漩涡更是凶险未知。一旦陷入其中，就算是宇宙尊者也很难活着出来。至今没人知道那些漩涡下究竟有什么。你去不去可自便。他是上一不朽传承者中排名前10之人，又有那独步宇宙的探查天赋宇宙之境，跟着他自然有益，且忍他一时。既然废境王去，我自然追随。我先探一探周围11公里。听说他有一至宝羽翼，在紫金岛上没法下手，在这却是好机会。废境王，你不会？怎么，你不敢？我北疆联盟可不怕他人类联盟。斯亚尊者，你不必插手，也不必搅入这浑水中去。可是你也规矩点儿，别提醒那刀河王，否则便是与我为敌。放心吧，我不会插手。还有1个月。不好，空间封锁。他也是宇宙特殊生命，实力足以力拼宇宙尊者。刀河王，在我面前你还想逃？又甩不开他。废境王本就已追踪出你，天生神速，身体又远超过你。倒是想教他了。日无羽翼第2形态。至宝威能果真不凡。消除羽翼，饶你命。我的速度无论如何拼不过他，我要靠机动性仪式。燃烧神体虽然能使速度大增，可也加大了转向的难度。废境王可不会让猎物从眼皮底下溜走，他给动手了。好强的吞噬之力，远超魔音山的死亡深渊。是封印类重吧？加之废境王神力加持，堪比宇宙尊者的封印手段。想在我毫发无伤的情况下直接封印我，简直妄想！好宝贝，刀河王，我本不想杀你，现在休怪我了。废境王一吼，刀河王怕是要死。废境王2大天赋秘法，一者探查，一者攻击。攻击可毁灭灵魂。好可怕的手段！最后关头要不是塔珠，挡住了！不可能！
我这一击未能足以媲美普通宇宙霸主。可纵是大主，也未必抵御得了第二回。你疯了吗？九幽之海危险重重，每滴海水都重如泰山，还会出现九幽漩涡。现在哪管得了这么多？怎么可能？不可！等等，难道他还有件保护灵魂的至宝？刀河王，你跑不掉的！不好，他的攻击虽没技巧，但被他燃烧的神力击中，我怕是也完了。事无巨细，已用至极限了。神力成丝，九龙，小心，他神力加重了10倍。外族擅闯我族九幽之海，找死！什么？九幽漩涡中有生灵？哼！滚开！都说九幽漩涡通往九幽之海核心之地，看来那里应该生活着一群可怕强者，随便出来一个，实力就比我强。相上下，一时之间解决不了他。所幸他也奈何不了我。不管他，杀了刀河王，夺下至宝，我不愁脱不了身。可恶，没办法了。至宝，那可是2件至宝。阴魂不散。算你跑得快。但这撕扯力便能将我湮灭，阵风星辰。奇异的空间，有点像发现空间之心的地方。好强的阻力，是雾气中蕴含着特殊力量，封锁了空间波动，那便无法瞬移，也不能神国传送。那是什么？有军队，与刚才那尊者是同一组，300多人，个个都是不朽。有念力扫荡，外族，你快去上报，其他人随我追击。是。
早已偃匿气息，怎么仍被他们的神力探查到？他们好生灵活，似乎完全不受雾气影响。不过，就凭你们还追不上我？这外族就一个不朽，在我族天地里，怎么能比我们还快？这里的土著身体基因非比寻常，随便几个士兵都这么强。如今我行踪暴露，恐怕很快会引来更多追兵。巴巴塔，这些异族什么底细？所有数据库中都搜索不到记录。难道真如传言所说，从不曾有人离开这里带出讯息？以磨砂分身天赋秘法玉的手段，来去当不成问题。磨砂分身眼看就快到了，不能功亏一篑。再等等，我先去问问混沌城主老师有没有情报可提供。到了，就看这次了。行动！来了，成功！又是我，又来攻击我，怎么又是我？很好，现在只等磨砂分身赶来了。不太对劲。前些日子，那些家伙还一直追着我，力度越来越大，甚至有过11名不朽联手围杀我。可现在，他们却突然消失了，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。皇子殿下，整个包围圈300万将士已完成合围，9位将军也已就位，只等您一声令下。想不到这外族这么能逃，有趣的很，定要让我亲手击杀他。612名不朽，合围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。我族神力勾动9幽世界之力，能清晰查探出周遭一切非我族群之力的外族，
数百万将士合力，我就不信那外族逃得脱。殿下，9层包围圈已部署完毕，传令收网，层层筛查。800不朽听令，9幽合击。这么轻易就死了？不对，才这么点东西，他肯定是假的。众将士归位，包围圈继续收缩。硬碰硬我毫无胜算，只能派不朽奴仆幻化成我的模样，暂时拖延时间。现在就看是包围圈收缩的快，还是磨砂族分身赶来的快了。好可怕的阻力，不仅无法瞬移，连返回都难。幸好我有天赋秘法玉，不然怕是要耗死在这里。发现外族！发现外族！发现外族！果然，按照原计划，扫灭一切外族，绝不放走一个。他们越来越近了。已经杀了39个，包围圈直径已缩小至10万公里，他快藏不住了。抓到你了！皇子殿下，都找遍了，这里连一丝外族的气息都没有。怎么会？天赋秘法分身。世界树的生命层次接近我体内世界孕育的极限，是成功，还是？我的体内世界无法承受其生命层次，
费了那么大力气，还是失败了。身体大小决定着神力多寡。若第三分身拥有足量神力攻击，可大大提高我的保命能力。还有什么借助其特殊生命，像世界树那样拥有庞大身体，适合作为我的第三分身？这么破坏会被叔叔说的吧？没事，他更希望我们变强。婴儿就是行星级，成年便是界主。这族群还真是强大。你们这些黄海孕育的，只有成为不朽，才有资格通过九幽漩涡去这一方世界之外，瞻仰祖海的壮阔。九幽漩涡，他口中的祖海是指九幽之海吗？哼，而我，嘿嘿，可是吸纳祖海中的精华诞生，你们就该封我为首领。吸纳祖海精华，九幽一族是能量类生命，诞生的方式果然特殊。黄海108座都位于九幽世界的中心，备受礼遇，受无数子嗣朝拜，且禁止任何人触碰，未必比祖海差。先前听说这里有108位皇子，没想到黄海竟然也是108座。怎么会这么巧？难不成每一座黄海都和皇子有关？甚至……九幽皇子就是黄海，而九幽时空的主宰九幽之主就是九幽之海。果然如此。九幽之主的地位之所以与我媲美，是因为他被击杀后很快就会现身，不死不灭。当年妖族的天狼之主和苍央之主联手追杀他至九幽之海。九幽之主逃入海中消失，随即整个海洋的无尽神力燃烧。苍央之主瞬间就被灭杀，天狼之主则靠质保天狼殿才侥幸逃出。经此一役，众人才知那九幽之主就是九幽之海。他一旦死了，九幽之海中就会诞生出新的一位，而九幽之海便是他源源不绝的能量源泉。有那直径10几光年的神力海洋，宇宙中谁能和他比拼神力？你问这做什么？弟子在九幽世界中探查得知，九幽之主有108名皇子，共108座黄海，便猜测其中关联。我想孕育的第3分身目标就是那九幽皇子。哦，有108位共存，生命基因层次应该不会太高，孕育成功几率会更高。九幽之主性情暴躁，你取其海水时若遭为难，实在无计可施，就向他亮明是我的弟子。此行务必小心，免得让老师惦念。你可知真眼得知你被逼入九幽漩涡后，不惜闯入九幽时空，与废镜王死战。后来呢？真眼厚积薄发，已于近日突破至宇宙尊者。废镜王实力远不及他，被杀得无路可逃。若非万峰尊者前来阻拦，废镜王必死。老师的恩情我一定偿还，而废镜王，他的命早晚由我来受。
跪拜的那些，应是尚未孕育生命的借助级皇子的黄海，适合孕育分身。你呆站在这干什么？欣赏黄海的壮阔，一时愣神。小心点儿，海水严禁碰触。明白。希望九幽之主不会在乎这点海水。为了第3分身，为了将来的机遇，拼了！好浓的血腥气！人类，我看你是一心求死。拜见九幽之主。你在此逗留已久，应该知道黄海是禁止触碰的，竟还胆敢弄走海水！好强的杀意！我发现其他黄海的海水很普通，唯有这小型的黄海，海水有如鲜血，甚至隐隐能闻到血腥味。我在好奇下才弄了一些海水，我也是心存侥幸。心存侥幸，明知道是禁忌还敢触犯，那就得有承担后果的准备。看来只能亮明身份了。九幽之主，以为我要杀你？我本想杀了你，但你道和王是我祖神教外围组织内定的吸纳成员。你若愿意成为我九幽一脉的护教使者，我便饶你一命；不接受，你知道后果。为的是这个。听说修炼兽神之道至5重传承者，就必须加入祖神教外围组织。你加入本就是迟早的事。加入还是不加入？拜见护教神主。你倒是聪慧，这是祖神令，你可借此与祖神教联系，切勿丢失。明白。去吧。道和王可是自己送上门来的，那几个老家伙要是知道他入了我这一脉，不知会怎样。我竟然到了九幽时空之外！恭喜主人，贺喜主人，恭喜主人！海水到手，可以再孕育第3分身了。天赋秘法，分身。开始真正孕育，预计时间600年。成功了！将来我便会拥有无穷无尽的神力源泉，即使陨落，也能再度诞生。你在宝藏之地都过了1000万次了，死心吧。要是有一宝藏能为我出世，道和王来了。
当年从九幽时空归来后，数百年都没现身，一出现竟然就来至宝藏之地，一去就去最高峰，这人类野心大着呢。飞鲸王，你说他能得到宝藏吗？第三分身再过100多年就能成了。这些年来，我对空间法则的参悟也大有提升。在突破不久前，得先去试试能否触发为借助级传承者准备的宝藏。他还差得远。第二座也没反应。小小刀河王，这下该知道自己的斤两了。开启宝藏真难啊，这是最后一座了。没事，本就是来碰碰运气。宝藏！怎么可能？宝藏开启了，肯定是别人触发的。是我，刚才我碰了那棵树。不，肯定是我。只有刀河王还没出来。看来这宝藏属于我。此处的宝藏可都有媲美至宝的价值，不知这戒指里会是什么？刀河王，日后我一定会让你明白，自身实力才是根本。哇，是飞行宫殿类的重宝。飞行宫殿，类似于天狼之主的飞行载具。没错，这艘古船本名为银球幻影船，简称银河，属于顶级重宝。在你能驱动星辰塔前，它是优秀的过渡性载具。接入失败。古船的前任主人在权限上上了卡，只有破译密文才能解锁权限。可这种密文在我的数据库里没有记载。原来是他。这位乘风前辈是？乘风，祖神教最早时期的8大兽神之一，与后天凭借修炼成为兽神的存在不同。自宇宙诞生之初，他便融合本源法则，化身为兽神，属于天生兽神。他实力强大，只是天生兽神凝聚宇宙精华而生，无论鳞甲、皮毛、血液，都具有奇效，是强者眼中的珍宝。包括你使用的血络晶，也是天生兽神留下的。至此，你应能猜出乘风的命运。血落世界的兽神遭强者围杀而死，那乘风前辈也……他早已陨落。哪怕是天生兽神，也逃不过弱肉强食的铁则。于我们人类而言也是如此。罗峰，你是我族将来的支柱，要想保护族群，就必须保证自身实力。眼下，你虽已濒临突破不朽的关口，但唯有先提高生命基因层次，才能在突破后
战到更高的起点。这是兽神之血，每滴血都由100颗血络晶凝聚而成。100颗，相比血络晶，兽神之血的力量更易吸纳。寻常人类强者的生命基因层次，100倍就是极限。罗峰，我希望你能远超这个极限。是，这是第3分身要诞生了。这么大的体积，难道一孕育出来就是一片海洋？这第3分身竟然是血肉类生命，好庞大的体型，体内能积蓄的神力一定也很可观。考虑到与九幽之海的渊源，这第3分身不如就叫幽海分身。从此刻起，本尊和3大分身已定。我罗峰到底能在这宇宙强者之林中，成为一棵孱弱树苗，还是最粗壮的参天大树，就看以后我自己的努力了。这具身体内似乎蕴含着庞大的记忆信息，看来我幽海分身有2大天赋秘法：化海与创造。化海？就像黄海和祖海那样。化海，化海天赋能瞬间让分身化作无尽幽海，并且体积可不断膨胀，以此容纳更多神力。哇，直径10万公里的血海！不过没法像之前那样自主移动了，而且没有分身，也就失去了作战能力。一旦化海，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周围时空，这应该算是一种逆天的攻击手段。只是这血海的大小怎么不对？那界主级皇子的血海就有8000万公里。先不管这些，再试试另一个天赋：创造。这是从无尽幽海中提炼出能量，再对生命基因进行组合，最终凝聚成生命。对了，我为何不利用这个天赋，创造出一个幽海分身的子分身？这个子分身可以用于存放意识，就算被毁，也可以再度凝聚。难怪九幽之主可以一直复活，因为死的都是分身而已。只是他的活动范围依然受限，且战力大不如前。这个问题恐怕一时难解。眼下还是专注于提升生命基因层次更为要紧。除了作为能量生命的魔煞分身，其余3具身体都有提升生命基因层次的空间，一同提升到上限，才算是在突破不朽前打下了最扎实的根基。我倒要看看宇宙生命基因层次的真正极限。幽海分身虽然是特殊生命，可也是血肉类生命，
一定能修炼9阶秘典，提升基因层次。而人类本体和金角分身的提升，则需借助血络晶。金角巨兽融合血络晶的数量已超300克，人类本尊却仅能融合82克。看来唯有靠兽神之血，方能更进一步。这股席卷而来的疼痛，远甚于融合血络晶之时。对9阶秘典第5节的领悟，已为我和金角分身打下48倍生命基因层次的基础。如今，金角分身的基因层次已达6400倍，人类本体虽有不及，但也超过了3000倍。废镜王的基因层次也才2000倍，突破不朽后，他恐怕就不是你的对手了。3600倍，7200倍。幽海分身的基因层次，通过领悟秘典，甚至超过了金角巨兽。啊！突破了10000倍，而且仍然没有到达上限。我的元核怎么了？元核得到蜕变，我的意识也被赋予了一段讯息。讯息是一套天赋秘法。我为宇宙。它的威能极大，一旦施展，身体将瞬间化为微型宇宙。困于其中的敌人将实力大减，自身则实力大增。若是自爆，威力甚至堪比宇宙爆炸，可直接湮灭敌人。太离谱了！我跟着主人纵横宇宙这么多年，也想象不出它的威力。不过，该秘法耗费极大，以人类本体和金角分身的神力，甚至不足以施展一次。就算是神力最充沛的幽海分身，也会在施展10次后燃尽身体，而之后的神力补充又会十分缓慢。生命一旦成为不朽，位于宇宙核心的本源之地便会将大量神力灌入对方的体内，以助其完成蜕变。所以你突破后，神力供应会有所改善，但恐怕还是不够。除非你在成为不朽前，最大限度提高神力的承载力，便可在突破后受到更多的神力灌注。要提高承载力，恐怕只有扩大分身的体积。对了，可以利用幽海分身的化海天赋。化海。化海。
幽海分身化海之后，虽然会失去一个强大战力，但相应的却能获得一个容纳神力的巨大海洋。天哪，陆地快被淹没了！不行，无尽幽海还在扩张，你的体内世界也要跟着扩张。快吃！吃完以后，用你的能量扩大体内世界，我可不想被淹。无尽幽海的直径达到了100亿公里，体内世界达到了1万亿公里，太离谱了！终于，我的生命基因层次和神力承载的能力都已到达极限。主人，放心，一切顺利。很快，我就会着手准备突破不朽。我的其余分身均已沉睡，所有意识都集中于一体，全力以赴进行突破。元和是我长期以来的命门所在，然而突破不朽势必要连接宇宙本源之地。此时的元和反而成为了阻挡我连通本源之地的桎梏。只要突破元和桎梏，便能突破不朽。万星步道图第3式，星火贯天。怎么可能？给我破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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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论是意志、意境、念力、阵符和自创绝学，我都媲美蜂王无敌，竟然也无法打破元和桎梏。还不是幽海分身生命基因层次突破10000倍，让元和得到蜕变。他助你得到了更深广的体内世界，相应的突破时也会给予你更强的桎梏。一饮一啄，但他真的要我耗费100万年，创造究极第3式才行。刀河王怎么还没突破不朽啊？当年风华绝代的刀河王销声匿迹了。看来刀河王也是徒有虚名，纯靠运气。我竟然变得这么急躁，我何不在宇宙中早上一遭，看看这万物乾坤？阿巴达，出发，我们去宇宙中流浪。
过去，我常常在封闭空间内枯坐，希冀着依靠个人推演领悟突破。直到我亲身前往宇宙流浪后，我才发现，宇宙处处都蕴含着本源法则的痕迹。大至天体的诞生与湮灭，小至水滴荡起的涟漪，都与本源法则息息相关。整个宇宙像全息投影，把最宏大的法则压缩进最微小的细节。这点滴的积累，都成为了我突破的灵感源泉。去突破不朽吧，无需坚定内心，因为内心自然而然有如浩瀚星空，不可撼动。无需抵抗幻境，因为幻境和真实宇宙比，更不堪一击。论意志，我恐怕也不亚于宇宙霸主们。破之故，成就不朽。星火贯天，一时焚，天崩地裂。金之本源法则降临。有谁跨入不朽了？这么大动静，难道是罗峰？这金之本源法则已经笼罩整个千宝河。寻常高手跨入宇宙尊者，也不及这威势的1%。哈哈哈，爽！这来自宇宙本源之地的神力，怕是比亿万件重宝还要珍贵。痛快！刚突破不朽，就能从宇宙本源之地勾动如此海量的神力。我人类之中，怕是很快就要诞生一个震慑亿万族群的超级存在了。怎么了？你刚成为不朽，体内世界还能维持，但迟早它是会分裂崩塌的。你需要尽快将体内世界与外界空间相结合，形成真正稳定而强大的空间，也就是神国。
看来庆功宴只能以后再办了。就用这枚巨型空间碎片，将体内世界与其结合。原本虚幻的体内世界，在结合过程中变得稳固，终于成为了一个真实存在的世界。我与神国已然合一，如今神国已替代元和，成为我的命门。同时，我以无尽幽海为根基，结合天赋秘法和神国威能，可使我战力暴增，甚至足以灭杀宇宙尊者。老师，罗峰，过来。你既踏入不朽，就在山腰选址建造你的宫殿吧。山腰，多谢老师。他怎么到山腰来了？按惯例，不朽居于山脚，尊者居于山腰。混沌城主给你的可是尊者规格的待遇。罗峰，前辈，你来这里可是找你的真言老师？不，我是在这里选址建造宫殿。你可知未经允许，不朽不可以在此逗留，妄论建宫殿。前辈。这其实是混沌城主老师的安排。哦，那你慢慢找吧。此处向来只有宇宙尊者可住，可罗峰居然破例，如何让诸多强者们信服？不管拜谁为师，一切得按照实力说话。混沌城主这次，废金王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是为恭喜刀河王跨入不朽。恭喜，他是因为此前追杀不成，心怀不甘，来继续纠缠的吗？除了恭喜，还有何事？说吧。果然痛快。刀河王，我们不妨进行一场生死战斗。啊，在虚拟空间。在现实，既分高下，也决生死，你敢不敢？这是场生死战斗。如果怕了，可以拒。既然你自己寻死，我又怎会不给你机会？废金王何等实力，这人类也未免太过莽撞。刀河王一旦被杀，他的至宝被夺，可是会造成我人类族群的损失啊！有胆色，但这份胆色也会成为你的催命符。我会把宇宙坐标发给你，12个宇宙时之后，我们再见。废金王是想把你架起来，让你不好拒绝约战，你又何必往圈套里钻？对我来说，这不是圈套，而是一个机会。我会用这一战向外界证明我的实力。